窗儿，你快住手！莫明成犹不肯放过，一脸平静地再度抡起沾血棒子的这一幕。快让他住手，这样是要出人命的！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拦住大少爷！厉雨和鲁宁这才上前，一个抱住莫明成，一个则扶起了莫奇。祖父救命啊！莫奇跌跌撞撞地朝着莫老太爷走了过来。祖父救命啊！莫川他要杀人灭口！蠢货，你快闭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好端端的就动起手来了？问他，让他说说他做了什么好事。我什么都没做。听说百草堂来了个漳州的大夫，花费重金请了人来给父亲诊病，他的好连个面都不露不说，还让鲁宁去少年院把我打晕了。我醒来一句话都没说，他便不问青红皂白对我大打出手，口口声声说要替小丫报仇。其实人家也不蠢，是不是？最起码知道谎话是要加了真话说才能取信于人的。川儿，哪个小丫头？什么小丫头？就是之前来给夫人送药的那个叫秦娇的小丫头。祖父，我早和您说过，她和那小丫头关系不一般，您一定不信。之前为着我和小丫头说了几句话，毁我容，现在又为着那小丫头想要取我性命。祖父，夫人，您不过去吗？老太爷已经过问了，我过去也是枉然。那就由着二少爷他满嘴喷粪的编排大少爷吗？秦姑娘才多大呀，大少爷多大？这要传了出去，别人会怎么说大少爷？秦姑娘她还怎么活呀？是呀，秦娇她才8岁，8岁的孩子就要被人安上妖媚惑人的名头，她这一辈子都完蛋了。最主要的是，不管是真是假，老太爷他是绝不会容许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的。大少爷是他，是整个莫氏家族的希望，老太爷把他当眼珠子似的护着，岂肯让明珠蒙尘呢？只怕第一个遭殃的便是秦娇。到底是小娘养的，正经本事没学着，后宅女人间那套阴私手段一学一个准儿。别急，看看川儿怎么说。秦儿说的都是真的，半真半假，哪是真哪是假？因为秦姑娘，我打她是真，说我对秦姑娘别有心思，我们俩关系不一般，是假。莫川，你别想着巧言令色便能瞒过祖父，你要不是看上了小丫头，为什么阻止父亲拿她姑姑做妾？你要不是看上了小丫头，你为什么在知道她家失火后拿我来撒气？你不知道原因，那我便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这辈子都别忘记了。秦娇救了母亲，是我莫明成的恩人，这辈子你和你那臭水沟里钻出来的娘，离她远远的，敢沾染她一指，我便断她一臂，敢让她有性命之余，我必不死不休。你撒谎！莫老太爷却突然一个转身，一巴掌扇在莫奇的脸上。你给我闭嘴！莫奇捂着脸，低眉顺眼地立在一边。我们回去吧，夫人，秦姑娘她……放心吧，只要川儿够争气啊，老太爷就不会拿她怎么样。川儿的那番话，又哪里仅仅是对莫奇的警告呢？同样的，他也在警告老太爷，他要护的人谁都动不得，便是莫家当家人莫老太爷，他也不可以。小姑娘，小姑娘，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婶子，你喊我。白寡妇忙不迭地点头。婶子，你有事？那个，你是秉仓的外甥女秦娇吧？秦娇点头。娇娇，我和你大舅的事儿，你家里知道吗？秦娇霎时瞪大了眼，他舅什么时候跟个有夫之妇好上了？你和我大舅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男人石增广3年前没了，开春的时候我就放了话出去，说想要招个男人上门。不过我还是比较中意你大舅的，也不为别的，就是你大舅人老实。好家伙，只听说浪女玩累了找个老实人接盘的，还没听说过寡妇也找老实人接盘的。只是这都快入秋了，你大舅也没给个回话，我就想着会不会是你娘不同意呀？别人我是想招赘的，不过你舅舅我倒是愿意嫁进来。所以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呢？是想我替你问问我大舅，还是想我替你问问我娘啊？白寡妇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找秦娇，她其实很清楚两个人是不可能的了，可就是忍不住想再努力努力，总觉得只要好好再努力一点，也许结果就能不一样。
你跟你娘说一声，我是真的看中你大舅的人了，并不图他别的什么。秦娇才要开口，身后却响起施秉和的声音：娇娇，你在那儿干什么呢？还不快过来洗脸吃饭？白寡妇听到了施秉和的声音，脸色一白，转身便走了。白寡妇之前来找过施秉仓，因为知道自己如今优势全无，就想着用点手段把生米煮成熟饭，结果被施秉和给识破，抡着拳头将他赶了出去，以至于他现在见到施秉和就怕。秦娇却不肯就此甘休，孤儿寡母固然可怜，可那不代表你便可以示弱行凶啊，特别是欺负到他敦厚善良的大舅头上。婶婶，真对不住，我娘一早就说了，我大舅想就找媳妇，别的也不讲究，但只一条，姑娘须得清清白白，品性端方才行。婶子是才说你嫁过人不算，还带着3个孩子，你倒是托我大舅的人，可我们托你什么呢？秦娇话说的客气，可一字字一句句却如同鞭子般的抽在白寡妇脸上，叫她涨红了脸，半天也说不出个字来。正走过来听到秦娇这番话的施秉和，看着白寡妇红得能滴血的脸，心头的那个畅意难以描述，这感觉比当日他用拳头将人赶走还要好。和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快去吃饭，吃好饭还得赶路呢。秦娇应了一声，转身跟着施秉和往厨房走去。白寡妇羞得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四下里看了看，眼见没人注意他这边，这才掩着脸逃命似的往自家跑去了。救生3人赶在最早的一批人里到了乌石镇，直奔百草堂。哦，秦姑娘，怎么是你啊？我还想着这是哪个患者这么早就上门求医呢。哎呦，您2位也来了。小哥早。早。秦姑娘是来找老掌柜的吧？您稍等，我这就去喊人。秦姑娘，黑结草找到了吗？回公子的话，民女幸不辱命。啊！虽然满怀希望，可当这一刻希望变成了现实，战麒麟却有片刻的呆滞，没能回过神来。等回过神，他突然上前一把将秦娇抱起，转起了圈圈。太好了，秦姑娘，你是我们战家全族上下的恩人。施秉仓和施秉和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得忘了反应了，但很快兄弟俩便齐齐的回过神来，连忙上前将秦娇从战麒麟的手里抢了下来。开什么玩笑，就算他们家娇娇还小，可到底是男女有别啊，非亲非故的被个陌生男人抱着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了，他们当舅舅的还都只是小时候才抱过呢，娇娇过了5岁后，他们便再也没有抱过了。你说话就说话，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啊？对不住，我一时高兴都忘了形，有冒犯之处还望2位见谅。算了，只是你以后得离我外甥女远点啊！是，一定。秦姑娘，那个黑结草都在这儿，战公子请过目。娇娇啊，你可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我原还想着就算是能找到，怕是也得个6、7天，没想到这才2天的时间你就给送来了。嘿嘿，运气，老先生纯粹是运气好。麒麟如何呀？上品黑结草。秦姑娘，你想要多少酬金？战公子打算给多少？1000两如何？当然，你若是不满意，你可以再出个价。秦娇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1万两。在场之人齐齐变色，施家兄弟俩也跟着变了脸色。施秉仓便要开口100两。随着秦娇话声落下，施家兄弟俩齐齐地松了口气。这不大好吧？也好啊，毕竟我们日后还有生意要合作的，是不是？100两银子，应秦娇要求给的是5两、10两、20两小额银票。大舅，说好了的，这100两银子归你和小舅，您快收好了，这可是您和小舅的老婆本儿。施秉仓霎时间涨红了脸，被自己外甥女一再的催婚，全天下除了他，怕是再没有别人了吧？师叔，麻烦您帮忙安排下，我打算即刻启程赶回漳州。不直接去帝京？不了，秦姑娘交货的时间比祖父规定的日期还要早，我还是回漳州好。廖永贵听了不再言语，转身去安排沿途的事宜。多谢2位解战家燃眉之急，大恩不言谢，日后必有厚报。这不关我们的事，公子要谢就谢娇娇，若是没有娇娇，我们便是知道黑结草也送不到您手上啊。是了，这是最该谢的还是秦姑娘。话落，
便转身打算再向秦娇道谢，不想却被秦娇抬手阻止了。货两讫的事，公子不必挂怀。不过您真心想谢，眼下确实有件事需要麻烦您。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绝不含糊。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老先生有没有同公子说过，我打算种中庭的事情。说过的，怎么？可是遇上难处了？确实是遇到难处了，我没有中庭的种球，我想请詹公子帮忙，在漳州买2000斤的种球，让人送到乌石镇，不知道可不可以？就这事？没错，就这事儿。战麒麟没有立马开口，而是想了想，才开口说道：可以，我回到漳州后，立刻安排人手去办这件事，尽量赶在下月中旬前送到，不耽搁你下种的时间。另外，你刚才也说了，我们还有生意要合作，不如就从这中庭的生意开始吧。你看这样行不行？中庭种球由我们家提供给你，来年的中庭也由我们家收购，价格按1分银1斤算，如何？这可真是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此，我先谢过詹公子。秦姑娘，这是我在漳州的地址，你日后若是有机会去漳州，务必来找我，容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好的，倘有机会必上门叨扰。辞了战麒麟和廖老先生，秦娇一行3人出了百草堂。施秉仓到这个时候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100两啊，足足100两，这是他从前做梦都不敢梦到的事儿啊！哥，我们也买头牛吧，我们就3亩旱地，买牛干什么？施秉仓想都不想便否决了施秉和的提议。不买啊，这钱留着盖房子，等娇娇他们家房子盖好，我们立马也把新房子盖起来。秦娇却突然说道：大舅小舅，你们有没有想过离开邹氏窝村？娇娇，为什么突然这样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秦娇很早之前就在心里替2个舅舅想了想他们的未来。2个舅舅都是憨厚有余，灵巧不足，种田没有问题，做点针头线脑的小买卖也没问题，但想要大发展却是有点困难。舅舅，100两银子足够您和小舅在镇上安家了。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考虑把家搬到镇上来。搬镇上来？兄弟俩齐齐地呆了呆。是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邹氏窝村太穷了，就算你们拿着100两银子盖新房买田地，想要娶一方好媳妇也还是难。可要是搬到镇上来就不一样了，十里八村的有的是人想把姑娘嫁给你们做媳妇。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有着不容错失的心动。秦娇将舅舅们的反应看在眼里。时间还早，我们逛一圈再回去吧。秦娇倒也不是白逛，他想着万一大舅和小舅真打算搬到镇上来住，可以考虑开个餐饮店或者炒货店什么的。舅舅不是做生意的料，可不是还有舅妈吗？舅舅没得选，舅妈是可以好好的选，慢慢的选的。秦娇也就是沿着西街走了一圈，顺便跟沿街商贩们打听下街上铺子价格和镇上的房价。一趟走下来就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因为心里有打算，秦娇便选了一家挂着汤记招牌的小吃店解决了午饭。秦娇点了2碗肉丝咸菜面，1碗馄饨，3个大肉包，一共花了26个铜板。肉丝面6文钱1碗，馄饨5文，肉包3文1个。砂锅里冒着热气的茶叶蛋和盘子里装着的煎荷包蛋同价，都是3文钱1个。价钱倒也实在，只是口味却是一言难尽。面条沾连，甚至还有夹生的，咸菜吃到嘴里只有咸味儿。馄饨和肉包一口下去，鲜香皆无，倒是有着淡淡的肉骚气。秦娇暗暗地摇了摇头，看脸店内空了一大半的桌椅，很是怀疑这家店还能开多久。施氏兄弟俩却是鼓着腮帮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3两口便扒光了碗里的面，有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的吃完面前的大肉包。娇娇，怎么不吃了？吃不下了，小舅给您替我解决了。拿纸包起来带回家，晚上让你娘热热再给你吃吧。施秉和说道。热过就不好吃了，你要是还吃得下就吃了吧。当下二话不说的接过秦娇手里的肉包，2口便给包圆了。吃饱了不能立刻赶路，3人便在铺子里坐着歇息，打算过上1刻钟消化消化再走。娘，你快回去看看吧，小梅她又吐了。老板娘手里帕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下一刻转身便往外走，跑了没几步又匆匆地赶了回来。
对同样一脸急色的小老板说道：“你拿点钱给我，我得囡囡看大夫去。”小老板打开装钱的匣子，10把长的匣子里零零散散的铜板，凑在一起还不知道有没有半串钱呢。随手抓了2把塞到老板娘的手里：“你快去，有什么事让大郎来说一声，我再来。”老板娘点头，转身急急地跑了。秦娇看了眼转眼便空的钱匣子，又看了眼铺子里的情形，忍了又忍，最终还是没忍住，走上前说道：“大叔，您这铺子是不是生意很不好啊？”汤宜山看着秦娇，面上一阵涨红青紫。哎，别提了，从开张到现在就没赚过钱，一个月比一个月亏得厉害，下个月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开下去。那大叔，这铺子是你自己家的，还是你问别人租的？小姑娘，你打听这些干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随口问问，想着要是大叔自家的铺子，便是亏也亏不到哪儿去。如果不是大叔家的铺子，这就亏得有点厉害了。铺子倒是自家的，可也不像你说的亏不到哪儿去。你想啊，我要是把这铺子租出去，什么都不做，就有13、14两银子的进项，是不是？啊，是这个道理，是我想差了，只想着铺子是自己家的，亏的也就是个柴米油盐钱罢了，没想着还亏了个房租钱。这会儿心里也有底了。这条街上像这般大的铺子，一年租金是13、14两银子。汤宜山摆了摆手，想了自己怕是真的急疯了，和个小孩子说什么亏啊赚的。大叔，我走啦，过几天再见。过几天再见。小姑娘，你的意思是过几天还来我家吃面吗？怎么，大叔不欢迎吗？哎呦，没有，怎么会不欢迎呢？只是小姑娘，你不觉得我家东西难吃吗？味道确实不怎么好。那你过几天还来吃？大叔，我要是有办法让你店里的生意变好，东西也变得好吃起来，你打算怎么谢我？你就凭你，你这是来寻我开心的吧？秦娇倒不怪汤宜山，换成是他也会这般想的，毕竟年纪是硬伤，是不是？大叔，你也别急着回答我，你好好想想，过几日我还会来，到时候我露一手给您看看，到那时您再看我是寻您开心，还是救您于水火了。赶在太阳落山前，救生3人回到马岭村。早上蓉蓉说你们去了镇上，等我追出来呀，便没看到你们人了。怎么样，事情都顺利吗？施秉仓正打算把战麒麟另外又给了100两银子的事儿告诉施氏时，却见侯氏端着个针线篮子从堂屋出来，一屁股坐在廊檐下，时不时的朝这瞥几眼。娘，赶了那么远的路，又累又渴的，让大舅喝口水喘口气再说吧。施氏连忙招呼兄弟俩进屋，完了又忙不迭的倒2碗冷茶递了过去。喝水吧。施秉仓哪里还喝得下水呢？接过碗随手搁在桌上，便自怀里将那1沓银票掏了出来。姐，战公子又给了100两银子的酬金，娇娇非得让我拿着，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你。话落，便将那1沓银票尽数的朝施氏手上塞。又给了100两啊！施氏满是错愕的看着施秉仓，但当施秉仓将银票塞来时，他却是立刻缩了手。既是娇娇说的给你的，你拿着就是了。太多了。多什么呀？要是您和小舅打算搬去镇上，这100两也就只够买一幢宅子，外再添上几亩水田，娶媳妇的银子还得再想办法赚呢。秉仓，你要搬镇上去啊？没有姐，这事我还在考虑呢。考虑什么呀？依着我的意思，就按娇娇说的办。施氏和施秉仓齐齐朝施秉和看了过来。施秉仓问道：秉和，你想搬镇上去？啊，自然是想的。那你呢？施氏看着施秉仓问道：你也想吗？施秉仓犹豫着没有开口。他自然也是想的，只是他不能光想自己，还要想想姐姐姐夫一家人。这100两银子本就是因着外甥女才赚到的，如果就这样全都花在自家兄弟俩身上，他实在臊得慌。施氏看着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的施秉仓，心里明白他必然也是想的，只是可能因为别的顾虑才一时下不了决心的。那就搬镇上去吧，本来在凑数窝村呀，你们也是没产没业的，还不如搬去镇上从头来过。再说了，
住到镇上就是说媳妇儿也容易说呀。提起说媳妇儿的事情，诗诗看了眼一侧的秦娇，娇娇啊，你去外面看看道信，别让他走院子外面去了。这是想要打发走自己，好说悄悄话吗？秦娇暗笑，起身走了出去。诗诗还想再把施秉和给打发出去，但转念一想，小弟也早过了说亲的年纪，这事还是不要瞒着他好。眼见的秦娇已经走了出去，诗诗便轻声地将于是想要把他嫂子家族妹说给施秉和的事儿，当着兄弟俩的面说了。三弟妹的为人呐，我信得过。他既然说那个曾姑娘是个好的，那肯定就是个好的，但到底是望门寡，而且是要同你过一辈子的人，好不好的还得是你说了算。施秉操哪会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呢？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等回过神，一张脸早就已经胀成了猪肝子。长姐如母，我听你的。这意思也就是同意了这桩亲事了。施氏脸上绽起抹笑，正在打趣大弟弟几句，余光处却看到满脸羡慕的施秉和，顿时取消打趣施秉仓的心思，转而对施秉和说道：秉和呀，你别急，等把你哥的亲事办了，姐就给你相看起来。姐，我不急，媳妇儿嘛，只要日子过得好了，迟早都会有的。施氏看着笑容灿烂的施秉和，想到过去10几年兄弟俩脸上的笑，加起来都没这1个月的多，心里顿时五味杂陈。是啊，只要日子过好了，什么都会有的。屋外偷听完的秦娇不高兴地撇了撇嘴角，这事情他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打发出来呢？娘回来啦！阿信乖不乖呀？乖的。阿信，哥哥，快来吃乌肚子，哥哥摘了好多。屋里施氏三姐弟听到动静走了出来。回来了。没看到秦万章的身影，少不得问道：万章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呀？地里还有点活，我和孩子们先回来。看到施氏身后的施家兄弟俩，便随口问了句：怎么样，都还顺利吗？施秉操目光闪烁着，不敢同于氏对视。顺利的。于是不由得目生疑惑。施氏知道自家弟弟怕是害羞了，便笑着道：行了，你们俩也别在这傻站着了，去割几把茅草回来。不等于是开口阻止，施秉操忙不迭地取了挂在墙上的刀，喊了声施秉和，大步地走了出去。娇娇买了肉回来，你看看要怎么烧啊？说着话转身朝厨房走去，于是跟着走了进去。走，进屋，我给你们吃好吃的。秦荣眼睛顿时一亮，秦道武却是笑着问道：你又买了什么呀？我买了7味斋的猫耳朵，你们尝尝好不好吃？7味斋是镇上开了年数最长的炒货店。秦娇既然有打算想开炒货店，自然便要尝尝别人家的味道。是故他不仅买了猫耳朵，还买了炒花生、炒瓜子、炒蚕豆、炒板栗。娇娇，你不会是把他们家有的都买了个遍吧？没有，我倒是想每样都买点的，我大舅不同意。娇娇姐，你这样是不对的，有钱也得省着点花。秦荣小声地说出他哥想说不敢说的话。好吃好吃，我都喜欢吃。秦娇被逗得哈哈大笑不止。秦娇的笑声传到侯氏耳朵里，他对着于氏家的方向重重地啐了一口：呸，丧良心的小贱人，等着，有老娘收拾你的那一天。娘，您知道吗？秦娇又带着施家那2个要饭的去镇上了。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怕是早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了。秦娇的笑声还在继续着，不多时又响起秦荣、秦道信的笑声。侯氏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碎碎念道：真是老天没眼，怎么就没把那一家子全都烧死呢？娘，您说那火会是谁放的呀？我怎么知道是谁放的？我要是知道是谁放的，我天天给他上3炷香，让老天爷保佑他长命百岁。不是您？你瞎想些什么呢？我倒是想来着，可让你爹知道了，有我好果子吃吗？那又会是谁呢？管他是谁，反正跟他们有仇，就是与我们有恩。你小哥的婚事过几日应该就有眉目了。你呢？你到底是个什么打算呀？说起这件事儿，秦熙如就心烦。她想嫁人不假，可并不是什么样的人她都愿意嫁的。娘，
我还是想去一趟墨家。你是真傻呀你！那莫老爷已经中风在床了，你去就是个端茶递水的下人，这辈子什么指望都没有了。莫老爷中风了，大少爷不是还好好的吗？就算大少爷不可以，那不是还有二少爷吗？总之我不管，您想要我嫁人可以，但这人得我自己选。你这个蠢货，莫家的少爷再好，是你能肖想的？他们什么样的家世啊，什么样的人弄不到呢？就算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伺候在身边，又能有几年的好日子过呀？娘，您怎的就这般看不起我？白姨娘能得莫老爷一辈子的宠，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侯氏顿时哑然。是了，听说那白氏还是下人出身，都能几十年盛宠如一日。他家西如可是正经人家的清清白白黄花大姑娘。一时间，侯氏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母女俩僵持的时候，去地里劳作的秦茂山等人相继回来。因着刘氏的娘摔了一跤，他带着3个孩子回娘家去了。这烧饭的活儿便落在秦熙如和侯氏身上。一见侯氏往厨房走，秦熙如便想偷偷溜走，却被侯氏给一嗓子喊住了：“你给我进来！这么大人了，连这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像什么话？”我以后嫁人才不要一天到晚的围着锅台转呢。我刚才好像看到施家2兄弟了，他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来分银子了，你不知道吗？你那好孙女今天又带着那兄弟俩去镇上，回来啊，大包小包装了一箩筐，也没说送点来孝敬你这个亲爷。秦茂山顿时沉了脸，背着双手转身走了出去。娘，咱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干嘛总要看别人家？别人家过得再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放屁！那是别人吗？那是你爹的亲儿子，儿子不孝顺老子，说到天边去也不行。侯氏将手里的葫芦瓢啪的一声扔进清湿水缸，走了出来，站在廊檐下，扯着嗓子骂道：“没良心遭雷劈的坏东西，也不想想是谁生了你养了你，你真以为你是喝西北风大的呀？”秦茂山坐在廊檐下打着蒲扇，看着并没有阻止的意思。秦晚风一脸痛苦地闭了闭眼，深吸口气，他拔脚走了出去。正打算开口，却见到一道身影匆匆地朝着自家方向走来。走近了才发现，正是他拖着去说媒的柳媒婆。哎呀，快晚风，快给我倒碗水，我这走了好几里的山路呀，可把我给累坏喽。好，刘婶，你屋坐着喝。柳媒婆不是马岭村人，她家在南山村，同马岭村隔着10里地，是附近10里8村有名的媒婆。侯氏这时候也不骂了，他上前把柳媒婆迎进堂屋坐下，接过秦晚风倒的水放到他面前，问道：“大妹子，可是刘家给回信了？”“哎呀，老嫂子恭喜你了，刘家让人回话了，这亲事他们应下了。刘家会答应，这是意料中的事儿。毕竟啊，这刘家是卖闺女，不是嫁闺女。是不是让你来拿生辰八字的？不是，刘家说了，他们家闺女八字是极好的，什么样的人啊都合得上，让你们直接拿着银子去下定就行了。至于日子啊，你们自己选，选好了同他们说一声便是。这是嫁闺女还是卖女儿呀？就算是卖女儿也……”娘。侯氏瞪了眼秦万峰，却也没接着往下说了。辛苦大妹子了，其实啊，你不必这个时候还特意跑一趟的，明天来也一样。不单单呀是为了你们家万峰，家在镇上的戴秀才也托我帮着做个媒。巧了，那姑娘正是你们村的，我这才眼巴巴的跑了这一趟的。秀才？侯氏再想不到还有秀才能看上马岭村的姑娘。一怔之后，却是下意识的朝着躲在门外偷听的秦熙如看去，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颤着声问道：“大妹子，那戴秀才托你说的是哪家的姑娘呀？”“你们村秦向荣家的闺女，我记得那闺女好像是叫望秋吧？”“娇娇，你听说了没有？柳媒婆给望秋说媒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蓉蓉刚从望秋家回来，我们正说这件事呢。走，去看看。”“哎呀，我说大妹子，人戴公子可是秀才，望秋嫁过去啊，就是妥妥的秀才娘子啊，说不得过上几年还能当个诰命夫人呢。刘嫂子，你也说了她都是个秀才了，怎么就能看上我们望秋了呢？
我们家一没钱二没势的，你们家有姑娘呀，人戴秀才看中了你家姑娘，这就够了不是？吴氏还待再说，柳媒婆嘴里已经像放鞭炮一样的噼里啪啦说个不停，什么这就是命中的缘分啦，你家姑娘的福气啦，什么戴秀才不但学问好，人也长得好啦，根本就不给吴氏插嘴的余地。媒婆的嘴，骗人的鬼！走，我们找王秋去。怎么回事啊？那个戴秀才是怎么回事？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是说你不知道那个戴秀才？不知道。不知道，人怎么让媒婆上门说亲了？一家有女百家求，也许那戴秀才从哪里听说过网球，可刚才柳媒婆明明说是那戴秀才自己相中了网球。我真没见过那个什么戴秀才，谁知道他在哪里见过我？我现在就去把那媒婆赶走。堂堂一个秀才，怎么可能？不，你见过？娇娇，你说什么？我说那戴秀才你见过？不止你见过，我也见过。你也见过？娇娇，我们在哪里见过他呀？你还记得上回你去百草堂卖蝉衣，我们出了百草堂走在街上，那几个站在蓬莱茶楼2楼窗扇边的学子吗？我都忘记了。真要忘记了，你脸红什么呀？怕是非但没有忘记，而是日思夜想吧？不然何至于秦娇才一提起，脸便红得跟抹了血似的？石英张嘴便要拆穿望秋的谎言，却被秦娇一个眼神给制止了。我知道你忘记了，这不是我记着给你提个醒吗？望秋，如果央了柳媒婆来提亲的那个戴秀才，真的就是那天在茶楼冲着我们笑的那个公子，这桩亲事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望秋紧紧攥着衣角，紧张的整个人差点便打起哆嗦来。他自然是想同意的，只是我不知道，他是秀才，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啊？怎么就看中我了呢？娇娇，我有点慌，总觉得这亲事来得莫名其妙的。他不但有点慌，他其实还有点怕。他虽然没上过学，不知道什么大道理，可他不傻，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他从来就不相信的。是啊，他怎么就看中你了呢？他同样觉得这桩亲事来得莫名其妙。一见钟情了吗？算了吧，人还是现实点的好。倘若望秋有着绝世容颜，这一见钟情他还是信的。可望秋充其量也就是个中人之姿，这样的姿色放在人群里，转眼就能让人忘记。那个戴秀才凭什么就念念不忘，托了媒人上门提亲呢？哎呀，我真是被你们两个急死了。媒婆不是在吗？问他去啊，就问他那姓戴的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话落，拔脚便往外走。石英你别去。石英3步并作2步便出了厨房。娇娇，你快去看着他一点，别让他把柳媒婆给得罪了。你别急，我会去的。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这亲事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哎呀，行，我知道了，我去找石英。秦娇出了厨房，径直朝堂屋走去。只是他没有去阻止正同柳媒婆说话的石英，而是找到了懵逼状态的吴氏，将人带到一边后，轻声地说道：婶子，那个戴秀才我见过。娇娇啊，你见过的吗？在哪儿见过呀？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婶子，您先别急。秦娇安抚着略显慌乱的吴氏，看了眼屋里屋外围着看热闹的人，轻声地说道：婶子，柳媒婆来一趟不容易，您留她吃个饭，等大家都散了，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说。娇娇啊，不是婶子小气，实在是不知道她今天要上门，家里除了几个鸡蛋，实在拿不出来招待的菜了，总不能把人留下来吃一桌子南瓜冬瓜吧？这个没事儿，我今天恰好去镇上割了肉回来，我回家去拿肉，你再让望华和望平抓几只癞蛤蟆，剥了皮剁碎炒一盘，也算是个荤菜了。石英，走，不早了，我们回家吃饭了。你等我一会儿，哎呀，走吧，这都什么时候了？婶子他们也要做饭了。不是这个时候也已经反应过来了，他上前对嘴里说着不早了，我也该走的，却连屁股都没动一下的柳媒婆说道：婶子呀，您看这天色也晚了，
这时候回去晚饭肯定是赶不上了，不如在我家随便吃一口，您看如何呀？柳媒婆自然是求之不得，只嘴里却说道：哎呀，这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我还是回去啊，过几日我再来听你回信儿便是了。婶子，您跟我客气什么呀？也没什么好菜，粗茶淡饭的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您坐下喝茶，我去做饭，马上就好了。你干嘛拉我走啊？不是说好了让我去问个清楚的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打算怎么问啊？是问那戴秀才是否有隐疾，还是问那戴秀才是不是有什么险恶用心？不然他堂堂一个秀才，怎么就会看上无才无貌的望秋呢？自然是不可能这样问的。石英，戴秀才对望秋是真心还是假意我不知道，不过望秋他却是动了真心的。怎么会啊？他连那戴秀才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就……石英，望秋14了，明年他就及笄了。可是吴婶和向荣叔好像一直都没有考虑他的婚事，望秋他心里早就着急了。那个戴秀才长得不错。人是视觉动物，很多时候都是根据眼睛看到的异性外表做出判断，而很少考虑对方内在的东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看，最先打动人的总是外表。望秋本就是思春的年纪，颜值和才华集于一身的戴秀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就在这个点儿遇上了，且还是双向的奔赴。秦娇实在想不出他要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望秋放弃这桩亲事呢？娇娇，其实我上次去城里，有媒人找我小婶，想把我说给县城家的公子，但我小婶说其大非偶。似是惊觉自己说错了什么，周世英话声戛然而止，抓住秦娇的手解释道：娇娇，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说我自己找了一个读书人，望秋还有你就不能嫁读书人，我只是什么？只是觉得望秋太过粗俗，戴秀才凭什么看中他呢？总之还是打听清楚吧，最好让他们俩私底下再见一面，有些话当面说，别让人中间传话墙。行了，先回家吧，我还要去一趟吴婶家送肉，等会儿我找个机会炸一炸柳媒婆。炸她？你打算怎么炸她呀？自然是晓之以理，动之以利了。见周世英目光一亮，秦娇连忙收起玩笑的话，认真地说：酒后吐真言，我打算回头让向荣叔多劝他几杯酒，趁着他酒意正浓时，再好好问问他戴秀才的事。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哎呀，别管什么时候了，我晚上来和你睡，多晚我都等你。不是说定了亲就不能再随便出门吗？姐姐，你这已经不只是出门，你还在外面夜宿啊，这合适吗？好了，我回去了，你事情办完也早点回来。娇娇啊，柳媒婆真的给望秋说了个镇上的秀才吗？是的，说是一个姓戴的秀才，在镇上见了望秋一面后就相中了，打听清楚知道他是我们村上的人之后，这不就托了柳媒婆上门说亲了。娘，我割回来的肉没上完吧？快3斤的肉了，哪能一次性就吃完了？我割下一块腌起来了。那你给我吧，吴婶留了柳媒婆吃饭，我把肉拿去，好让她凑个荤菜。这么大的喜事儿啊，确实该留人吃餐饭的，只是那肉不多，要不再烧上条咸鱼吧。望秋害羞，不愿意和柳媒婆同桌吃饭。吴氏劝他陪一陪秦娇，秦娇却说她也不想上桌，她和望秋在厨房吃就好了。吴氏没办法，只得给2人每道菜都盛了小半碗出来。柳媒婆知道了，顿时赞不绝口，说望秋是个懂规矩的，还说她只要一直这样懂事儿，以后就算是嫁进戴家，日子也一定不用愁。男人嘛，就喜欢懂事听话的媳妇。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就是好媳妇吗？那这世上的好媳妇也太多了吧。娇娇，女子以柔顺为美，在男人的眼里，听话懂事的就是好媳妇，不对的也要听吗？比如说男人要纳妾，女人也要听吗？纳妾本来就是男人做决定的呀。娇娇，山都是可以被休妻的，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但可以在定亲前把话说清楚啊。比如你等会儿就可以同你娘说，这桩亲事如果她想答应，那就让柳媒婆带话给那个戴秀才，你的未婚夫未来不许纳妾，一生一世只能你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她不同意就不嫁呀。
他娶你有他的条件，那你嫁他肯定也有你的条件，谈得拢就嫁，谈不拢就散。望秋眸子里顿时升起了一抹痛色，秦娇没有错过那抹痛色，顿时心头如同被针扎了一般，微微的刺痛起来。感情中谁先动心谁就是输的，他几乎可以想象未来的望秋是如何的一败涂地的。姐，柳媒婆说了。他都说什么了？柳媒婆说那戴秀才学问也好，长得也好，可只有一点不好，他家里很穷，为了供他念书欠了不少外债，而且他只有一个寡母，那个寡母前段时间又生病了，戴秀才需要找个人成亲冲喜，顺带着照顾他老娘。娇娇，我不怕苦，你知道的，我从来都不怕苦，而且我会养癞蛤蟆了。秦娇嘴里如同吞了2斤黄连，满嘴苦涩。他对上望秋朝他看来的满是笑意和希望的目光，那句望秋他不是你的良配再也说不出口了。都说娶妻不娶伏地魔，嫁夫不嫁妈宝男，他不敢说戴秀才一定就是妈宝男，可是寡妇养大且供出来的读书人，危险系数实在太大了。这是个没有试错机会的年代，一步错便是满盘皆输。不能嫁，一定不能嫁！我敢保证，只要望秋嫁过去，那个老寡妇一定会想着法的折磨她。她不会把望秋当儿媳妇看，只会觉得望秋是去和她抢儿子的。秦娇心想，这话说的她差点都要怀疑石英姐姐是和她来自同一个地方了。我也觉得不能嫁，可是你没有看到望秋的眼神，我不忍心，也不敢说让她不要嫁的话。那我去和她说，我知道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可是如果这份喜欢是以人生中所有的美好和幸福为代价，那还是不要的好。可是石英，你想过没有，如果望秋听了我们的劝阻，拒了这门亲事，将来他的生活如意也就罢了，万一生活不如意，他会不会怨怪我们呢？万一那戴秀才并非我们想的这般恶劣，而是真的仰慕望秋呢？石英张了张嘴，想要反驳秦娇的话，然胸中千言万语，却硬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啊，此刻他们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人，倘若一切真就只是他们的揣测呢？他们拿什么去替望秋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负责呢？所以说，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口吃，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娇娇，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你不是你的感觉？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是我，还能是谁啊？你看，你明明比我们几个都小，而且还小了很多，可是你看这几年在一起玩，从来都是你是主事的那个。还有时候你的话总是出人意料，就像你刚才说的，路要一步步走，苦要一口口吃。哎呀，你没听过什么叫少年老成啊？再有，你忘了我师父他是个老道士，人都说道士修今生，和尚修来世。老道士活到那个年纪，肯定看人看事都不一般，我学到点皮毛不是应该的吗？哼，歪理。秦娇在心里默默地说了句，歪理也是理，甚至还有可能是真理呢。搬去竹屋前，借于氏家的锅和灶，施氏烧了几个简单的菜，就算是乔迁宴了。娇娇姐姐，你别走，我过2天就来看你们，好不好？好说歹说的，才让姐弟俩松了手。因为是过渡之所，秦万岭夫妻俩没有张扬，秦娇也没往外说。世故等村里人后知后觉地发现，连着2天都没见到这一家3口时，才知道秦娇一家人已经搬去狮子岭了。而就在秦娇他们家搬去狮子岭后的第3天，秦娇的大姑，那个嫁到东田镇去的秦玉茹回来了。说了多少次了，人回来就行，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不是我要带的，是你的好女婿要孝敬你的。哎，满才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呢？这个大女婿侯氏未必是真心满意的，但能让他拿来在村子里彰显下身份，显摆显摆，却是极好的。娘，回家去说吧，这太阳晒死了。哎呀，看我光顾着说话了，都忘了让你们娘俩进屋了。娘，
大哥和大嫂他们现在住在哪儿啊？爹怎么还不回来？秦万岭吃过早饭后便去联系石匠、瓦匠以及木工师傅，中午饭都没回来吃。但眼见的天都要黑了，却还没见着人回来，秦娇不由得有些着急。是呀，按说早该回来了。话落，还不忘转身朝山路的方向眺望了一番。娇娇，你看看，那是不是你爹呀？秦娇拔脚便朝着山路走去。娘，是爹回来了，还有我大姑，我爹把我大姑也给领来了。你大姑？她来干什么呀？要说老秦家比侯氏更让他讨厌的人是谁呢？也就非秦玉茹莫属了。都说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但其实更难解的却是姑嫂关系。施氏比秦玉茹大2岁，她嫁进来的时候，秦玉茹还在老秦家做姑娘。按说年龄相差无几的姑嫂，即便不能真的亲如姐妹，也不该太疏远才是。然施氏同秦玉茹的关系却不仅仅是疏远，甚至可以用仇人来形容。两人正式撕破脸，则是秦玉茹嫁到东田镇后的第2年。那时候施氏才生了秦娇，秦玉茹则怀上长子刘开远。按照乡下习俗，秦万岭这个做舅舅的去给秦玉茹送生。不想东田镇一户家境殷实人家的老姑娘却看上了秦万岭，打听到了秦玉茹的跟前。秦玉茹便在侯氏跟前鼓捣着让秦万岭休妻另娶。秦万岭自然是不能同意的。秦玉茹干脆让刘满才伙同刘家人给秦万岭灌酒，想趁着秦万岭酒醉把他送进了老姑娘的房里，逼秦万岭就范。不想秦万岭因为挂念施氏和才出生的女儿，借着尿遁硬是连夜走了几10里的山路回了马岭村。秦玉茹同侯氏仍不肯死心。那几年侯氏可着劲儿地搓磨施氏，便是想逼着他自请下堂的意思。直到后来那老姑娘另嫁了他人，侯氏和秦玉茹才死了心，但却把一腔怨气都撒在秦万岭夫妻俩的身上。他答应过我，不认他的。您别难过，先看看他的来意再说。老三后，都是我的错，我鬼迷了窍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大姑，原不原谅不是说你跪一跪逼一逼就可以的事，有什么话先起来再说吧。我娘她身子本来就不好，你这样跪她，我真担心你会折了她的寿。秦万岭蓦然便想到当日因为侯氏那一跪给秦娇惹来的灾祸，顿时变了脸色。你快起来，你嫂嫂要有个好歹，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你。话落，也不管秦玉茹愿不愿意，愣是用蛮力将秦玉茹给拉了起来。他大姑，我姐姐不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可这事儿是她心尖上的刺，一时半会儿想要拔掉也不可能。再给她点时间吧，日子长了，慢慢就会忘记了。秦娇忍不住想要给自家大舅点个赞，这话说得真好，不说原谅你，也不说不原谅你，原不原谅交给时间呗。爹，不早了，山路难走，我们这也没个可以住人歇息的地方，你送大姑回爷和奶家吧。是啊，玉茹，我送你回去吧。目的没达成，秦玉茹怎么肯走呢？而且他也算是看明白了，有秦娇这个小贱人在，他想要顺顺利利的把事情办了是不可能的。大哥，你救救我，救救我们全家！说着便打算再次跪了下去，却被秦万岭硬生生的给扯住了。出什么事了？你有什么难处你说，能帮的我一定帮，不能帮的……你能帮，只有你能帮我了。却原来是刘家长孙刘开泰在县城与人逞凶斗狠吃了官司，现在那家放话要把刘开泰整死在牢房里。刘家在东田镇也只是个普通的富户，奔波求告几日摸不着章法。秦玉茹突然便想起秦娇救过墨家夫人的命，想请秦娇帮着去趟墨家，求求墨家出个面把刘开泰捞出来。大姑，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当日莫大少爷问我买药是付了银子的，银货两讫的事，你让我再去墨家挟恩求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娇娇，这怎么是挟恩求报呢？对墨家来说，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大姑，墨家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不如我给你指条明路吧，你去找李正爷爷，薛二叔他前段时间生了捕头，求他
比求墨家来的简单。娇娇，我们若真有那么多银子，又何必来求着你去墨家呢？你便是不可怜你大姑，你也想想你表哥和表妹他们总不曾得罪你吧？你当初无所不用其极，逼着我爹休妻另娶时，怎么不想想我呢？大姑，你不能为了自己来为难我。先别说我有没有那么大脸求得动墨家人，就算我有那个脸，你又打算让我拿什么来还这份情呢？做人可以自私，但这份自私不应该伤害到别人。秦玉茹还在再说，爹，你送大姑回去吧，大舅和小舅还要回邹氏窝村，我和娘该去做晚饭了。娇娇，回去吧，这事儿娇娇帮不了。别管秦玉茹愿不愿意，秦万岭到底还是把她带走了。哎呀，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他以为他是谁呀？还敢把主意打到你的身上来，这到底是人还是鬼啊？娘，咱们家的银票都在哪儿？您没有放在爹身上吧？娇娇啊，你担心什么？我担心大姑会问爹借钱。刘家吃上了官司，这年头看病都没有吃官司费银子。秦玉茹在他这里讨不到好，又知道他们家打算建房子，肯定会朝秦万岭开口的。秦万岭会不会拒绝，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你爹不会那么糊涂吧？糊不糊涂的还真不好说。按说以他们家和秦玉茹的关系，他就不该把人往家里带，可这不还是把人带家里来了？不过你也别担心啊，你爹身上就几十个铜板，那些散碎银子和银票都被我藏起来了。秦娇长吁了口气，身上没钱就好，哪怕就是秦万岭却不过面子答应了秦玉茹借钱，他也能把这事儿搅黄了。狼心狗肺的东西，养他还不如养条狗呢。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养他这么大有什么用啊？姐，这是老刘家大房的事，刘开泰有他爹和娘呢，你苦心巴力的图个什么？我公公婆婆把这个长孙当眼珠子似的疼着，天天在家里摔盘子砸碗的，不把人弄出来，日子都没法过了。你们又不住一起，他摔盘子摔碗，让尽管摔去，反正你又听不着。胡说什么呢？那这次要是你姐能帮忙把事情解决了，你姐是不是在他们老刘家就是功臣？那现在怎么办啊？我早想过了，事情没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明天我再不用去求他们，我就不信了，死了张屠户得吃带毛猪不成？我去墨家，你去墨家，你去墨家能有什么用啊？那莫老爷，我找白姨娘，她一个姨娘能说得上话吗？说得上说不上的，总要试试是不是？实在不行，我就找大少爷，我诓他说是秦娇让我去找他的。这倒是可以试一试。要我说，你也别去找白姨娘了，就直接去找墨家的大少爷，告诉他是娇娇让你去找他的，请他帮忙的。大武，你说什么？你小姑一早出门去镇上，到现在也没回来。你二叔和小叔都出去找人了，你爹经过村子的时候也被他们拦了下来，说让你爹去墨家要人。你爹怕你和你娘着急，便让我回来说一声。我二叔和小叔去找人，怎么我爹就是去墨家要人呢？你奶奶说你小姑去了墨家。秦娇心想，真是阎王拦不住要死的鬼。他以为秦希如再贪慕富贵荣华，也应该知道墨家已经不是他那根高枝了。谁曾想他去墨家干什么呀？秦道武摇头表示他并不知道。娇娇的大姑昨天来求娇娇去墨家求情，娇娇没去，他小姑会不会是打着娇娇的名义去墨家求人的？他们老秦家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要脸呢？事情已经这样了，骂人也无济于事，我们就在家里等消息吧。娇娇，你不去看看吗？不去，我不愿意见他们。娇娇，五婶应下戴家的亲事了，你知道吗？啊，应下了吗？虽然没有人同他说，但这事儿原就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毕竟望秋的心思就差摆在门面上了。昨天柳媒婆来要了望秋的庚帖。秦娇哦了一声，心越发变得沉甸甸起来。这年头，但凡不是有人存心破坏，男女双方的庚帖很少会有不和的。望秋这桩亲事用一句板上钉钉来形容也不为过了。
怎么样？人找到了吗？没找着，墨家的人说没见过他。他没去墨家。没去墨家？那……秦希如说去墨家，结果墨家却说没见到人，那意味着什么？这年头拍花子可不少，像秦希如这样14、15岁长相也不差的小姑娘是最受欢迎的。把人绑了去，往那阿杂的地方转手一卖，就是10几20两的银子。听明白施秉仓话中未尽之意的几人，除了秦娇，几乎是一瞬间脸色都变得不好看起来。明天我们都跟着一起去找一找吧。姐夫，这事儿要不要报官啊？报官肯定是要报官的，但我们家到底已经分出来了。爹，您明天和大舅小舅继续去镇上找人，报官的事情就交给我爷和我二叔他们吧。我知道的，明天一早我就和你大舅小舅再去镇上找一找。娇娇，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怕是你奶和你大姑明天会来找你。找娇娇干什么呀？这事儿还能赖到娇娇身上不成啊？我告诉你啊，别的事儿也就算了，你娘和你妹妹要是敢把这事赖在娇娇的身上，我就跟他们拼命。不会的，不会的，别说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干。我猜着他们肯定是来求娇娇带着他们再去趟墨家，我说的话他们不肯信。娇娇欠他们的呀，凭什么好事轮不到我们，坏事全赖在我们身上呢？秉仓、秉和，你们明天也别去找人了，明天一大早我带着娇娇同你们回凑树窝村。好，我们明天不去找人，我们回家。也行，明天天一亮你就带着娇娇和秉仓他们回奏树窝村。过个2、3天我再来接你们。这样怕是不合适吧？若是不知道也还好，知道了还躲出去，以后村里人该怎么说你们？随他们怎么说去，反正……娘，明天一早我跟爹和大舅去镇上，你和小舅留在家里。娇娇，你想帮他们？这不是想不想帮的事，而是帮得上帮不上的事。我自认我没有那么大本事，我去镇上是另外有事。离镇子还有5里路，秦娇一行3人便分成2路。秦娇和施秉仓往镇上去，秦万岭则沿路向人家打听秦希如的消息。大舅，我们先去汤记食铺吧。施秉仓无所谓去哪儿，本来是想帮着一起找人的，可走到路上却突然想到秦希如都能被拍花子拍了，那比他还小的秦娇不是更危险吗？当即便决定让秦万岭找人，他跟着秦娇保护秦娇。正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只是汤记食铺的生意却仍旧是半死不活的，可容纳10几20人的铺子里稀稀落落的坐着5、6个人。汤大叔，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哎呦，小姑娘，你真的来了？可大叔约好了的，我怎么会不来呢？大叔，你这生意还是不行啊。实在不行，我打算开完这个月不开了。铺子租出去，1年10几20两银子的收入，足够他们家吃用开销了，省着点用还能有结余。可要命就要命在自家没有田也没有地，就指着这铺子过活不说，小女儿还自娘胎里带了病，每个月都要请医问药的，所以但凡有一线希望铺子能开，还是要继续开的。可这个时候铺子往外租并不好租啊。你上回走之前说过有办法让我生意变好起来。是的，我还问过，到时大叔您打算怎么回报我？什么条件？你说。汤大叔，我是马岭村人，姓秦，单名一个娇字，你喊我秦娇或者娇娇都可以。秦姑娘，你的条件是？条件回头再说，今天我替大叔做一天生意，您看行不行？汤一山自然没有意见，他确实也想看看这个和自家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本事，能让他这食铺起死回生。2斤菜籽油，2斤五花肉，5斤面粉，1个老南瓜，6个白萝卜，1斤辣椒粉，七七八八的一通买，秦娇带来的铜子儿花的一个不剩了。娇娇，你是不是想开食铺？大舅，如果让你和小舅来开个食铺，你觉得怎么样？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和你小舅也就只会煮个猪食，哪里会弄那些东西啊？大舅，若您和曾家的姑娘相中了彼此，最是明年就得把婚事给办了。您不找一个赚钱的营生，拿什么来成亲啊？还有，小舅翻过年就20了，是不是也要把成亲的事提上日程？施秉仓心想，桩桩件件都要花银子，且还都不是小银子。我知道，之前我答应带着您和小舅一起种山丹，
只是大舅你也知道，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我也不敢保证那山丹就一定能大丰收。再有，我是想着这吃食是现钱生意，您和小舅手里有现钱流通，万一有个急事需要用钱，随时都能拿出来，您说是不是？娇娇，你说的对。施秉仓虽然憨厚，但并不傻。秦娇几句话，他便想明白过来。说白了，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免得一个不好，全军覆没。秦姑娘，您买这么许多东西做什么呀？显一显我的本事，好和大叔您谈条件呀。面粉和糊放在一边备用，老南瓜刨皮切丝，白萝卜切丝，拿盐杀水后同南瓜丝一起拌匀调味儿。锅里倒入买来的菜籽油，起大火烧热。铁勺里依次加入面糊、南瓜、萝卜丝、辣椒粉，然后再淋一层面糊放到锅里炸。炸至两面金黄后，捞起来放在一边沥油。秦姑娘，这是什么东西？油炸果。眼见出了汤一山，还有几个吃好的客人围在边上看，便说道：您几位适才都在汤记吃过东西，这油炸果可以免费送你们一人一个。一听不要钱，几人忙不迭地伸手去拿。外酥里嫩，香脆可口，南瓜的香甜中透着些许辣意，又有萝卜的鲜咸适口，吃了一个忍不住还想吃第二个。小姑娘，你这油炸果怎么卖啊？这个秦娇早就想好了，大肉包3文钱一个，馒头2文钱一个，肉包有肉，馒头顶饱。他这油炸果也就是解个馋，肯定是不能卖的比他们贵的。大叔，1文钱一个。给我来5个，我带回家给我家几个娃尝尝。也给我来5个，我也带5个回去给家里孩子解解馋。我也要2个。可以的，大叔，您几位是第一批客人，只要一次性买了5个，我会额外再送1个，只是得让您几位排队等，我怕等一下万一人多了，我忘记谁是谁了。这就相当于5文钱买了6个，也因此即便是要排队等候，两人也没什么表示出不满的。很快便有人因为这边排起的队伍围了上来，一打听原来是新出的吃食，价格也不贵，只要1文钱一个，当即便决定也买上几个。很快队伍便排起了长龙。施秉仓负责收钱和打包，1尺见方的钱匣子不过是半个上午的时间就满了一半。直到秦娇卖出最后一个，还有人来买，一听卖完了，急忙问道：明天还有吗？明天没。有的，明天有的，你明天再来买吧，早点来啊。等打发了来问的人，汤一山踌躇地对秦娇说：秦姑娘，您有什么条件啊？汤大叔您别急呀，这才哪跟哪儿啊，我这本事才只显了冰山一角呢。大舅，你吆喝几声啊？娇娇，我吆喝什么呀？哎呀，你就扯着嗓子喊葱油面嘞，好吃的葱油面嘞，不好吃不要钱。外甥女，咱能换个活不？眼见施秉仓涨红了脸站在门口，几番张嘴却没能喊出一个字来。汤一山上前一把将人扯开，站在那儿气沉丹田的猛一嗓子喊开了：葱油面嘞，好吃的葱油面嘞，不好吃不要钱。这条街上卖吃食的不少，但卖葱油面的汤记是第一家，不好吃不要钱的葱油面更是闻所未闻。老板，你这葱油面怎么卖？怎么卖？4文钱一碗。面条在煮的过程中会吸收大量的水，2两面入锅，煮出锅便到了5到6两。秦娇就算是按3两一碗算，也是有赚头的。行，来1碗。说好了啊，不好吃不要钱的哈。那是，不好吃还怎么能要您的钱呢？来，里面请。客官，味道怎么样？好吃。等会儿说啊，我先把这面吃了。随着一阵吃溜声响起，一碗面很快便入了肚，不过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觉。想了想，抬手道：老板，再来1碗。哎，好嘞。秦娇拿起一边盘好的面团扔进锅里，对站在铺子外的施秉仓说道：大舅，您再吆喝一嗓子，就说葱油面嘞，好吃的葱油面，1碗不够，吃2碗嘞。大兄弟，我来吆喝，你去里面忙活，怎么样？施秉仓求之不得，连忙转身去了铺子里面。葱油面嘞，好吃的葱油面，1碗不够，吃2碗嘞。油炸果的热度仍在，又有了葱油面的加持，往常门可罗雀的汤记今天变得纷至沓来，引得周边店铺频频地朝这边张望。待看到掌厨的是瘦瘦小小的秦娇后，
少不得同汤一山打听起来。街对面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祥林看向青砖石墙前孑然而立的身影。您不过去吗？过去吃面吗？可以明天吃吗？当然，您如果想今天吃也是可以的，我把裤腰带放一放，还是能再吃一碗的。你的脸是拿你的脑子换来的吧？什么意思啊？祥林怔怔地看着莫明成，他的脸和他的脑子有什么关系啊？若是秦娇在场的话，他会告诉祥林，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美貌是拿智商换的，再简单明了些，你是个长得不错的蠢货。走，我们回家。不是来找那小丫头的吗？看样子是我们会错意了，人家是来找生财之道的，并不是。主仆二人转身朝着小巷深处走去，连轴转了一个上午带一个中午，秦娇站的脚底板都疼了。大舅，给我倒碗水喝吧，渴死我了。哎呦，我来。秦姑娘，我们来谈谈你的条件吧。汤大叔，我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大舅和小舅同你一起开这个食铺，利润分4-6分，你6，我们4，你看行不行？秦娇原本的打算是5-5，但想着不论是油炸锅还是葱油面，其实并没有太深的技术含量。再则这年头因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平头百姓们并没有太大的口腹之欲。他如果提出5-5开，汤一山不同意之后来个1葫芦画瓢反而不好。但显然便是这4-6分，汤一山似乎也不愿意。他沉默着，久久的没有说话。汤大叔，这是大事，您回去同婶子商量商量，3天后我再来听您的答复，您看如何？好，3天后我们再说。大舅，你收拾一下，我们去一趟百草堂。施秉仓拿过装得满满的木匣子，开始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点起来。原想着也就800-900文吧，可最后的结果却是1300文之多，而就这还因为后面没有材料了，不然只怕卖的还要更多呢。秦娇也很高兴，他知道做吃食赚钱，但真没想到这么赚钱。大舅，怎么办？我有点后悔没收5-5分了。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亏，我们租铺子自己干。娇娇，这离和战公子约定的时间还早，现在就去百草堂干什么？秦娇去百草堂是想看着能不能让廖老先生帮着约莫明成见一面，并不是为着战麒麟的事儿，但他并不打算解释给施秉仓知道。我不是去问山丹的事情，我是想问问老先生，战公子的麻烦事解决了没有？施秉仓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就生俩一路往里走，到了跟前，秦娇正在举手轻敲黑漆门上的铜环，门却在这时从里面打开了。他不由得抬头看去，却在下一刻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好巧，秦姑娘也是来看老先生吗？是娇娇吗？老头子时常同我提起你，来，快进来吧。奶奶好，我是秦娇。老婆子，是谁来了？老先生，是我和大舅来看您啦。小丫头，你自己进去吧，径直往里走就行，我送莫少爷出去，马上就回来。奶奶，您和我大舅先进去吧，我替您送莫少爷。话落，也不等老太太开口，便对莫明成道：大少爷，您请。莫明成寒星似的眸底有着一闪而逝的笑意，只是却快得叫人捕捉不及。他朝老太太施了一礼，便转身走了出去。秦娇连忙跟上前。莫明成惯是个沉得住气的，余光处瞥见眉头轻蹙，几番欲言还休的秦娇，不由得暗忖，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秦娇确实挺为难的，便在此刻之前，他还一直想着要问问莫明成，他小姑失踪的事儿是不是他做的，可真的四目相对时，却又觉得他如果聪明，还是不问的好。就这样犹豫着，眼见的桂花树已经在望，再有几步便要出了巷子，没忍住，秦娇还是开口了：我小姑不见了。我知道，昨天夜里你父亲来问过我家，我问过府中下人，都说没见着你小姑。秦娇心想，我当然知道他没来过你家，你大少爷做事儿会这般的拖泥带水吗？我知道他这人是挺让人讨厌的，只是到底是我小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稍微干净的地方？如此说来，倒是我枉做恶人，不如还是将人送回来吧。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稍微干净的地方又是什么地方？不行就不行，
用得着那么凶吗？对不起啊，是我的错，你当我什么都没说，该怎样就怎样吧。莫明成嗤笑一声，冷冷扫了眼犹如犯错般的秦娇，拔脚便走。微蕊的树枝亭亭如盖，翠绿浓荫下白衣似雪，雅致如松的莫明成，美丽的如同一道风景。秦娇却是用力地摇了摇头，这少年好看是好看，却是忒难说话，忒凶残。祥林赶着马车接走等在树下的莫明成，可真是气急之下，他重重地哼了一声，还以为怎么也会说声谢谢，结果却是跟他求起情来。他这算什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以后秦家的事都不用管了。正打算开口的祥林默默将那句刚才巷子里那个小丫头是谁咽了回去。爷，5天后我们就要去府城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却是委婉地提醒莫明成，那不识好歹的小丫头家的事儿，你就算是想管也管不了了。满腔的怒意在听到祥林这句话后顿时烟消云散。和个小丫头计较什么呀？可真是。大哥，辛苦你们1天了，娘已经做好晚饭，一起进去吃一口，歇歇脚再回去吧。明月，这是你大舅，这是你娇娇姐，这是你施家舅舅，快喊他们回家吃饭去。不要，大舅好臭！娘，我们回家。这一天，秦万岭身上的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酸爽的滋味还真是谁闻谁知道。秦玉茹闹了个大红脸，做事便要骂刘明月，被秦万岭给阻止了。孩子说的是实话，你别骂他，我和你一起回去跟爹说一声。娇娇和他大舅回家去，你嫂子等得该着急了。爹，那我同大舅先走了。娇娇，你这孩子，那是你爷爷奶奶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进去看看他们，安慰安慰他们吗？大姑，谁捅的娄子谁补，小姑又不是因为我被拍花子拍走的，凭什么我去安慰他们？本来还想再说几句难听的，但想想秦玉茹可不在乎话难不难听啊，她在乎的从来就只有自己利益，如此何必浪费自己口舌呢？大舅，我们走吧，累死累活1天，没得个戏，反而落了一身埋怨，可真是谁生得像谁。往后这种闲事可千万管不得。娇娇，这怎么就是闲事了？那秦娇却已经和施秉仓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施使和施秉和听说秦娇1天的时间赚了400-500文，惊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等听说秦娇还跟汤一山谈妥，他们只出人，其他什么都不出，盈利却要4-6分账时，下巴差点就砸在地上了。哥，你觉得他能答应吗？娇娇说啊，汤兄弟一准能答应。姐夫说了，要是他不答应，就让我们自己租铺子干。施秉和眼底金光闪烁，1天就能赚近1两的银子啊！就算折去第1天大家吃个新鲜劲儿，往后的日子打个折，也得有个200-300文吧。这样1个月下来近10两银子，刨去房租什么的，1年少说也是7-8-10两银子的收入啊！哥，你别管那姓汤的同不同意了，干脆我们就租铺子自己干。施秉仓却是目有难色，想说什么有不好说的样子。秉和，若是曾家的姑娘相中了你大哥，我打算明年开春就把喜事办了。接下来呢，就给你相看，顺利的话，年底把你的婚事也给办了。这么急？你要是觉得太急啊，那也可以年底定亲，后年成婚的。哎，别，还是按姐您的意思来吧。可是啊，你们手里呢，拢共也就100来两银子，我和你姐夫又帮衬不上你，这银子是不是就得算计着用啊？镇上的铺子可不便宜，好点的30-40两银子1年，顶差的也得10来两吧。哎，姐，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钱啊，就从来没有够用的时候。真是傻人说傻话。对不住啊，他大叔，家里临时有点事耽搁了，这才过来晚了。哎，没关系。秦姑娘，我跟你婶子商量过了，你婶子的意思，你们不出本金也不出铺子的，就拿4成，实在太多了，你看能不能3-7分？秦娇目光迅速地扫了眼食铺的大灶，显然汤一山是收拾过了。
但散落在地上的南瓜萝卜丝，还有那浓油赤酱却毫无鲜鲜可言的葱油，都证明他之前的猜想。汤一山这是撞上南墙了，只是还想再垂死挣扎下。秦娇可不惯他这毛病，生意人嘛，诚信为本。他已经给过汤一山试错的机会，可显然他并不是很珍惜这机会。汤大叔，其实我回去后又想了想，合伙的生意哪有一家的生意好做呀？你看，要不我们两家还是各做各的吧。汤一山霎时间僵在了原地，脸色一下子青一下白一下，嘴巴张张合合，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完了，这下子真是偷鸡不成反18米了。楠楠他爹呀，你怎么还站在外面呢？快把人秦姑娘和施大爷请进来呀！随着声音响起，汤万氏自铺子里走了出来。秦姑娘，施大爷，怎么还在外面站着呢？快进来喝点水，走了那么多的路啊，肯定渴了吧？楠他娘，秦姑娘她说要各做各的。汤万氏脸上的笑容一瞬僵住，但下一刻却是横眉怒目的对着汤一山训道：肯定是你又跟人秦姑娘讨价还价了是不是？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人秦姑娘能选上我们合伙，那是咱们家祖坟冒青烟了，你别贪婪鬼没个宝，吝啬鬼不知富。秦姑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呀就是个锱铢必较的小气鬼。秦娇哪里又不知道这夫妻俩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呢？不过既然人家递了梯子，那他下就是了，必定真打算自己开铺子，他一开始啊就不会来找汤一山了。那婶子，您是同意我的条件了？同意啊，100个、1000个、1万个同意啊！秦姑娘，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去签字画押的。婶子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都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字据立了，对你们家对我们家都好。正巧前面有一个替人写信的摊子，不如我们就去他那里立吧。汤万氏原不过是随口一说，想不到秦娇顺水推舟的应了下来，一瞬的正冲后却是痛快的说道：行，依你。婶子，你别怪我自作主张，我是想着既然要做，那就得把我们铺子开成这条街的头一份，后面怕是还要麻烦老秀才给帮着写几个字，这才白送他一碗面的。娇娇啊，你可真是把你婶子给看小了，你婶子心眼呀还没那么小呢，一碗面而已，比起即将赚到手的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秦娇初时只觉得这汤万氏不好相处，但眼下看来呢，人虽然不好相处，但却是个聪明的，既是个聪明人，那便好办多了。他有信心在大舅成亲拆分前，两家都能高高兴兴的把这钱给赚了。食铺仍旧叫汤记，只是秦娇没有急着开业，而是让老秀才写了张东主有事歇业3天的纸贴在了铺子外。等把这一切都忙完了，几个人坐在铺子里商量明天开张的事儿。汤一山提出啊，让秦娇他们今天就别回马岭村了，到他家将就一晚上。秦娇这才想起他竟然忘记去百尺巷看房子了。百尺巷吗？可真是巧了啊，我家就在那附近，你们要是不累的话，我现在就带着你们去走一趟。大舅你怎么说？去走一趟吧，食铺做的是早起的生意，我和你小舅1天2天吃点没事，长久以往却不是事。是啊，当务之急便是要先把房子定下来。当下一行人便决定去百尺巷，一路打听着到了老卞头家。一进的4合院，坐北朝南，大门开在正中间，正房3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老卞头腿脚不方便，便由卞老太太陪同参观。施大爷，您看这房子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太旧也太破了，怎么也不值80两银子。石二爷，我们家房子虽然是旧了点儿，但是它风水好呀，不然我儿子怎么能将铺子开到府城去呢？那不是风水好，是您儿子有本事。你们想什么价呀？施秉仓下意识地朝秦娇看去，等反应过来，他不由得暗自怔了怔，是什么时候自己已经习惯到这种大事都要问一问秦娇的主意了。秦娇其实在看到东西厢房前种着的2株橘子树时，他便喜欢上这个小院。再者，小院天井也够敞亮，冬日摆个椅子晒晒太阳，不要太舒适。再加有正房，一共有10间屋子，足够他大舅小舅娶妻生儿育女了。奶奶，便宜点吧，您存心想卖，我舅他们也是存心想买的。价钱是我儿子定的，只怕是不能便宜了。
再说我们厨房的后院啊，还有口水井呢。什么？后院有口水井？如果真像卞老太太说的那样，后院有口水井，水井还能出水饮用，那这屋子80两银子还真不冤，毕竟省却1年365天挑水的活呀。奶奶，您刚怎么不说呢？我以为你们自己看到了呀。那您现在可以带我们过去看看吗？井水清澈见底，纯净清亮，尝一口清冽甘甜。几乎是瞬间，秦娇心里便有了决定，但到底囊中羞涩，真要把这宅子买下来，他大舅成亲的银子怕是就不够了吧。奶奶，便宜点吧。不瞒您说，镇上的房子我们也都打听过了，一般也就是40-50两。您这房子可是翻了一番，我们就算是喜欢，奈何银子不凑手，也没有办法呀。我去和老头子商量商量。大舅小舅，你们是个什么意思？好是好，就是贵了点。贵有贵的道理，如果你们也喜欢，就买下来吧。可是要80两银子呢，买了还得请人修葺，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娇娇，要不再看几家吧？不，我喜欢这间。为什么？娇娇，镇上房子多的是，这才是我们看的第一家。秦娇叹了口气，心道：镇上房子是多，可并不是每间都带着水井啊。而他之所以愿意多花出1倍的价钱，就是看中了这眼水井啊。但这话现在是不能说的，只得敷衍道：大舅小舅，以后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非得是这幢宅子了。正说着话，卞老太太去而复返，对秦娇几人说道：我家老头子说了，你们诚心要买啊，那就少上2两银子吧。施家兄弟俩齐齐朝秦娇看了过来，要他们开口就只有2个字：不要。76吧。行，明天下午我们来付银子。不行，那就算了。卞老太太默然片刻，完了一咬牙，一跺脚地说：行，76两银子，明天下午啊，我在家等你们。大良律，民间买卖土地房屋者，由买卖双方依卖价每1两交税银3分，由官府在契纸上盖印为证，其中卖主纳税银2分，买主纳税银1分，76两银子。施秉仓另外还要交给官府7两6分银，只把个施秉仓心疼的吐个气都感觉扯到心了。施秉和同样心痛，不过想到以后就能在镇上安家了，心痛就淡了许多。回头同汤大叔说一声，等房子过了气后，小舅暂时不去铺子里，找人在家里修房子，暂时便只有大舅你一个人去铺子里。娇娇，你不去了吗？秦娇还真不想去了，这2天累的她呀，骨头都快散架了。不过想归想，去还是要去的。虽说她手生，但到底能起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我自然是要去的，只是大舅小舅，你们也知道，3天后便是我们家新房子打地基的日子，这个月再过几天就没了，月初便要开始准备种山丹的事情，我忙不过来啊。最主要的是啊，马上就立秋了，这一入了秋天就要变冷了，雨水也跟着多了起来。他到时候哪里起得了那么早呢？就算是起得来，那样泥泞的山路，他真的不愿意走啊。娇娇，要不和你爹娘说一声，你跟我们一起住镇上吧。那怎么行？好不容易我们家盖新房子，我怎么也得住几天吧。还有那几亩地的山丹，我可就指着它让我发家致富奔小康了。发家致富奔小康？发家致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小康是什么？秦娇觉得他这一放松，嘴巴就缺个把门的习惯真心不好，再不小心一点，总有一天要被人当异类给烧了。啊，就是当地主的意思。当地主啊，那娇娇你可要努力了啊！我和你小娇都等着借你的光，享你的福呢。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该是大舅您和小舅努力加油，让我借你们的光，享你们的福吗？可是你不愿啊，你大舅刚才不是说叫你搬镇上同我们一起住吗？你不愿意。这话说的可真是。舅甥3人说说笑笑的一路回了家。姐夫，我们今天把房子买好了。施秉和等不及的开口说道。施氏和秦万岭齐齐的怔了怔，他们只知道汤记食铺明天重新开业，却不知道1个下午的时间，施秉仓同施秉和便把房子的事儿也给解决了。是那个老卞头家的房子吗？
有没有请人去看看？花了多少银子呀？施秉仓一一回答着施氏的话。等听说花了76两银子，施氏抬手便朝施秉仓打了过去。你疯了？这么贵的宅子你也敢下手买啊？你是不打算娶妻成家了是吧？说起娶亲成家，今天于氏还特意来了趟狮子岭，告诉施氏，曾家大嫂说后天带着她娘家族妹上门，让施秉仓找个机会在村口做个停留，两人相看一番。要不你后天就别去了，这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到时候你收拾收拾，尽力的给姑娘留个好印象啊。那不行，铺子明天重新开张，我不能不去。那怎么办呢？你不想娶亲了？我后天早点回来，我带身衣裳在身上，等快到村子的时候我找地方换了，行不行？随你，坐轿的不急抬轿的急，我是瞎操心了。娘，您这样说就不对了，我就觉得大舅这法子挺好的，曾家姑娘要是觉得这样被慢待了，那这亲事不成也罢。施氏听了便要说秦娇，这时候秦万岭连忙说道：行了行了，吃饭吧，都忙了一天了，赶紧把饭吃了，明天一早还得赶路呢。饭桌上少不得又说起镇上的那栋宅子。等秦娇说出她喜欢宅子里那口水井，施氏后知后觉地问道：娇娇，不会是你让你大舅做主买下那宅子吧？秦娇却是不答反问道：娘，您说大舅和小舅在镇上买了宅子的事情，要不要告诉那三婶，让那曾家姑娘知道呢？她其实是不赞成说的，但又觉得若是不说，就显得她把人家曾姑娘想得太昏暗了。毕竟于是说这门亲时，他大舅和小舅啊，可没打算在镇上买房子。可要是说了吧，这姑娘到底是相中了人，还是相中了条件呢？秦娇的担心，显然大家都有的，不然也不至于他把这话说完后，桌上的几人齐齐的进了声。姐，到时候你别刻意的提起，先看那姑娘的意思，再决定说还是不说。我知道了。娘，哪天你也找个机会去镇上看看，回头给我小舅说亲，你嫡也足点。就是没有那宅子，凭着你大舅和小舅一年几十两银子的收入，他们的亲事呀，也比之前好说多了。这可是实话。从前是人姑娘挑你舅舅，现在啊是你舅舅挑他们了。虽说是旧店新开，但当一个黄澄澄油亮亮的油炸果被捞起来放在竹木架上沥油时，整条街的小孩都蜂拥着围了上来，不用秦娇招呼，他们便自觉地排起了长队。开业酬宾，油炸果1文钱2个，买2个大肉包或者吃1碗面，都送2个油炸果嘞。鉴于汤记食铺之前的包子和面体验实在是太差了，为了能重新挽回客源，秦娇来了个买2送2、买1送1的活动。大肉包再难吃，到底有肉；1碗面更是能顶上1个早上的鸡，还白吃2个油炸果。当即便有人大步的进了店，或是喊一声老板2个大肉包带走，又或者是老板我要1碗面在这吃。施秉仓负责拿包子，汤一山守着灶台下面加料，秦娇则负责收钱和收拾碗筷。哎呀，这包子不对呀！说，怎么不对啦？是给少了吗？啊，不是，吃包子的是附近村里一个姓罗的老猎户，也算是食府的老客了。是味儿不对，这以前的包子跟嚼生肉似的，今天的包子怎么就这么的鲜香回甜呢？说，那您觉得是以前的包子好吃，还是现在的包子好吃呢？秦娇明知故问道。当然是现在的包子。小丫头，再给我4个，另外再给我打包6个走。好嘞，大舅，给叔再上4个包子，2个油炸果，另外打包6个包子，4个油炸果，让叔带走。丫头，你算错了，是3个油炸果，另外1个是我送您的。1个油炸果也就是1文钱的事儿，罗猎户不在乎这1文钱，可秦娇的态度却是着实让他高兴。好伶俐的小丫头，怎的你这么聪明啊？我家小丫头却是蠢笨的。蠢笨的，你不还是记着要给她带大肉包吃吗？有了这一出，原本观望的食客也加入购买的行列。不过秦娇只准备100个大肉包，对于一个人口流量没有几千也有几百的主干街来说，这100个大肉包哪里够卖呢？很快便有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1串100文，10串1贯，1贯净银1两，这里有3两5钱6分，
猪肉20斤，银3000，两只鹅一共19斤，银2两6分银。一番算下来，刨去成本，他们今天一天的盈利是2两3钱4分。一天2两3钱4分，一个月就是……小舅，账不是这样算的。我们今天第一天营业，不论是包子还是面条，都比别家要便宜一些，流水自然会比平日多点。明天就未必这样了，等到刮风下雨天就更少了。哦，是哦，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咱们娇娇聪明。因为和老便头家约好了，下午要去付银子。商量一番过后，施秉和留下来同汤一山一起收拾采购准备明天早晨的原材料。秦娇则和施秉仓去百尺巷付钱找人办契书。哎呀，大舅，我忘记了一件事。什么事啊？忘记给老先生送几个大肉包过去了。那明天一早给送吧。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可明天送和今天送的意义却不一样。不行，等把这边事情办好，我去买些东西熬锅粥给老先生送去。哦，行的，等下大舅陪你去。因为价格都是谈好的，秦娇一到，老便头便拿上房契，一行4人找了个官房衙，又找了个德高望重的中保人，签字画押，双方摁过手印，盖上红色官印证明纳税的章后，这买卖就算完成了。秦娇一手提着篮子，另一只手正准备轻扣黑漆门上的铜环。你怎么会在这里？清越的嗓音，明明没听过几回，可却愣是深深地刻在秦娇的脑海里。声音响起的刹那，他正准备转身行礼。明晨哥哥，你来啦！你是谁啊？你站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这便是廖老先生和廖老太太当眼睛珠子一样疼着的小孙女廖白芷了。他是来找你爷爷的。找我爷爷？廖白芷重新打量一番秦娇，与此同时眼底有不喜之色一闪而过。是来请我爷爷出诊的吗？对不住啊，我爷爷病了，最近都不出诊，你去找别人吧。明晨哥哥，你进来吧，爷爷他已经等你许久了。秦娇的目光在廖白芷的脸上停了停，又朝莫明成看了看，瞬间明白过来，小姑娘这是生气了，生气她来的不是时候。我不是来求诊的，是给老先生送吃食的。不过对不住啊，我爷爷这些日子身体不适，他年纪也大了，饮食上面都有要求，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吃食你带回去吧。虽然他已经极力地表现出一个小家碧玉该有的素质和涵养，但秦娇还是从他的眼角眉梢间看见了不屑和鄙夷。秦娇知道，如果两个人在第一面就没能互生好感，以后的日子里大多数都是两看相厌的。好的，我知道了，这就告辞。话落，秦娇转身便要离开，只是这一转身便对上莫明成。见过大少爷。莫明成微微颔首，算是回礼了。秦娇这才起身，提着篮子往前走，不想便在擦身而过时，莫明成突然开口说道：你在巷子外的桂花树下等我，我进去同老先生说几句话就过来。秦娇几乎是下意识的，她猛地回头，朝身后脸色难以掩饰难看的廖白芷看去。见秦娇看来，漆黑的眼珠子里凶光迸射而出。大少爷，我和你非亲非故亦非友，我真不知道你让我等你干什么。莫明成却像是一点都不知道这片刻间的风起云涌，无视人一般的提着袍摆，抬脚上前朝着小院走去。廖白芷乖巧地退到一侧，一待莫明成进去，当即便将院门给掩上了。秦娇心想，当真是个娇蛮的小姑娘。娇娇，娇娇等等啊！哎呀，你白芷姐姐是个混不吝的，你别和她计较，我刚才呀已经骂过她了。秦娇知道，怕是莫明成一进去就同廖老先生说了，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奶奶，我是来给老先生送粥的，另外再同您和老先生说一声，我舅舅他们买下卞老头的房子，以后我们两家就是邻居了。是吗？那可真是要恭喜你大舅和小舅了。行了，别在这儿说了，进屋去说吧。奶奶，我就不进去了，我舅舅他们跟人合伙了一个食铺，我还得去帮忙呢。等下回有空了，我再来看您和爷爷。啊，那行，你快去吧，这以后搬到镇上有的是见面的时间。是的，那奶奶，我走啦。桂花树下，
祥林百无聊赖地依着马车闭目养神，听到脚步声掀了掀眼帘子。你怎么会在这里？秦娇心想，不愧是主仆俩。前一刻孟明成才问过的话，这会儿祥林又问了。不过廖白芷他不想惹，孟明成他惹不起。你我还不能惹了吗？这是你家吗？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好好的小姑娘怎的这么凶残？还是说跟主子待久了，近墨者黑的缘故？见祥林不说话，秦娇像只斗赢的小公鸡似的，骄傲地抬了抬下颌，雄赳赳气昂昂地自祥林面前走过。不是说让你在桂花树下等我吗？这不是桂花树吗？马车边站着的祥林先是一滞，但很快却是扑哧笑出了声。但当莫明成一个冷飕飕的眼刀子飘过来后，脸上笑容瞬间收敛，目光游移地看向了别处。莫明成这才重新看向正不动声色悄悄往桂花树下退的秦娇。这番小动作若是别人做出来，他必然要训斥一番，可对上眼前的丫头片子，莫明成却只觉得好笑。小丫头年龄不大，心眼是真不少。3天后我要出发去清溪书院。秦娇一脸不解地看向莫明成，脸上就差写着你去就去呗，和我说干什么呀？然嘴上却是说道，那我祝大少爷此去一路顺风，前程似锦。莫七和白氏在我之后也会离开乌石镇，你不必担心他们母子俩会再对你不利。真的吗？好早前我就听说他要带着您父亲去求医，可一直没有听到他动身的消息，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呢。我走后，你如果遇上解决不了的难事，可以去找我母亲，我已经交代过她了。秦娇倒是没有想到莫明成还有这样的安排，心下感动的同时，却又有了沉沉的负重感。谢谢你啊，但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照顾我的，光你之前帮的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若说因为他救了沈氏的缘故，那当初莫明成将他从赖老八手下救出时，便凉凉抵消了。可莫明成之后却又数次三番的出手相助，现在又告诉他不在，他有难处还可以去找沈氏。就这样吧。话落，抬脚朝马车走去。这大少爷莫不是属狗的，不然怎么这样一副狗脾气，好好说句话都不行。不用急着想怎么谢我，我不是在帮你，我只是……你只是什么？没什么，就这样吧。秦娇一头雾水地看着马车咣当咣当地自眼前驶过。说话说一半，我祝你上茅厕没手指。话落，抬头看脸即将落山的太阳，打算去石府找自家大舅小舅回家，只是眼前却突然一花，一道身影冷不丁地从身后窜了出来，拦在了秦娇的跟前。你别误会啊，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想的那样？我想的哪样啊？我和大少爷……我呸！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才多大的人就知道谈情说爱，还敢肖想明成哥哥，你配吗？这要是换个人，他连应付都懒得应付，直接一巴掌扇得他满地长牙了。可廖白芷不是别人，她是廖老先生最疼爱的小孙女，打哭廖白芷没关系，可伤了他同老先生间的情分却是得不偿失，毕竟这之间还牵扯个战麒麟和他的百合种精不是。看在老先生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既然你不喜欢我同莫明成来往，那以后我不跟他有来往就行。话落，秦娇便准备离开。秦娇不计较廖白芷的无礼，廖白芷却不肯见好就收。我警告你，你不但不可以和明成哥哥来往，你也不许再来我家，还有也不许去百草堂，不然……这真就有点过分了。难不成这姑娘真当自己是软柿子，由得她捏圆捏扁不成吗？不然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是能杀了我，还是能吃了我？原本我还想着看在老先生的面上，我不和你计较，但既然你好赖不分，那我也没必要让着你。我收回刚才我说过的话，不管是莫明成还是你爷爷，我怎么高兴怎么来。说完，秦娇也不看气得脸色发青发白的廖白芷，一个用力撞开他便往前走。你给我站住！一个被家人宠坏的小丫头，还真以为这天下人都是他妈，何该让着他呀？真是的，老先生和老太太是那样慈祥明理的人，怎么就养出这么一个刁蛮自大的孙女？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步子声，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廖白芷不服气，打算追上来继续歪缠。你再敢胡搅蛮缠，我就将你喜欢莫明成的事情喊出来，让整个巷子里的人都知道。
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可倘若将这份喜欢闹得满城皆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当然，他也可以否认这份喜欢，但是他却不愿意。他甚至暗暗地期盼着这份喜欢能被莫明成知道，从而得到他的回应。他13岁了，已经到了可以定亲的年纪。他知道奶奶私下里已经在替他相看了，爷爷更是有意将她嫁给战麒麟，可是他不愿意，他的心里只有莫明成。你敢威胁我？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总有一天我会叫你好看。廖白芷的反应有点让秦娇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气急之下的廖白芷会上前跟他动手的，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就这样哭着跑开的。秦娇不由得默默反省，刚才的他是不是太凶残了？秦娇一边反省自己，一边往白池巷走。白池巷跟桂花巷之间虽说只隔了2条巷子，但这2条巷子却是曲折迂回，走完要足足2刻钟的时间。原本说好是施秉仓陪秦娇一同来桂花巷的，但出门时秦娇却突然想起明天下午便是施秉仓同曾家姑娘相看的日子，他让施秉仓自己去成衣店买身像样的衣裳，他则独自一人去了桂花巷。秦娇还在想着，也不知道他大舅是买了身短褐还是买了身袍子，冷不丁的一道高大的身影突然自拐角处走了出来，他避之不及，一头撞在那人怀里。哎呀，姑娘小心。对不住啊，我走神了，没有撞疼你吧？啊，没有，该是我跟姑娘赔礼才是，是我步子走得太急了，不然也不至于让姑娘撞到。说着话，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朝彼此看了过来，四目相对，彼此目光都微微滞了滞，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小妹妹，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认错人了，我不认得你。啊，这样啊，那是戴某唐突了。姑娘，你慢走。秦娇没有客气，冲少年点了点头后，抬脚便往前走去。待秦娇走过后，少年也跟着往前走，两人背道而驰。人正走着的秦娇却突然停下脚步，猛地转身朝已经在1丈之外的少年看了过去。一句戴某唐突让他想起了他是谁，他是戴秀才，是那日在蓬莱茶楼初见，后来请托了媒人上门向望秋提亲的戴秀才。怎么这么巧，他们会在这里撞见呢？已然走远的戴荣似是也想起了什么，他慢慢的停下脚步，犹疑的转身看了过来。等看到远处站立目光复杂看过来的秦娇时，戴荣心头突然一沉，但很快却被他掩饰过去。默然片刻后，他突然抬脚冲着秦娇大步走了过来。姑娘可是马岭村人？不错，我是马岭村人。我想起在哪儿见过你了，那日在蓬莱茶楼外面的街道上，站在望秋身边的人是姑娘你吗？望秋同戴荣已经定下婚约，明年开春便会完婚的。戴荣直呼望秋名讳，原也不算失礼。是我，你是戴秀才，望秋的未婚夫。我叫戴荣，字从文，你可以喊我的名字，也可以喊我的字。喊名字？少年，你是认真的吗？不了，我还是喊你戴秀才吧。按说秦娇即便是个还没留头的小姑娘，但到底男女有别，还是该避讳着点的，不应该同个年岁相当的少年在大街上攀谈。但因着望秋的关系，他不能也不好意思的生硬离开。这样啊，也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戴荣似乎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并不介意秦娇的客气疏离。你先说吧，你刚才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怎么会来这儿？是要找什么人吗？不是，我只是路过。你呢？你家是住这附近吗？戴荣摇头。我有个同窗住在前面的巷子里，他前些日子病了，没有去书院，我去看看他，顺便将这几日先生讲的题拿给他看看。啊，既是如此，我便不耽搁你了。戴荣点了点头，便要转身离开，却在转身的刹那欲言又止的朝秦娇看来。你还有事？那个望秋他和你一起来的吗？没有，我是和舅舅一起来镇上的。秦娇说道。哦，这样啊，那我不耽误你了，再见。说完转身离开。
秦娇笑了笑，也跟着转身离开。想着戴荣因为听到望秋不在时眼底瞬间的失落，笑意便不由自主地浮上眼角眉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和在意是掩饰不了的，戴荣他是真的喜欢望秋，真好。佳佳，你是不是捡到钱啦？捡了多少？告诉小舅，让小舅跟着一起乐呵乐呵。没有捡到钱，是刚才回来的路上遇见了个人。遇见谁了？秦娇便把他遇上戴荣以及戴荣是谁和他有什么关系一一的讲给兄弟俩听。大舅小舅，你们不知道，我之前一直不看好这桩亲事，总觉得这婚事怪怪的，可是今天却从戴秀才的眼睛里看到他对望秋是真的有心。一个人嘴可以骗人，可是眼睛却不能骗人的。这样说来，望秋福气还是不错的。戴秀才家虽然穷了点，可人有出息啊，指不定将来还能替望秋挣个诰命夫人呢。娇娇，你可给小舅争点气啊！你是你们村最能干的姑娘，你找的夫婿将来一定要比他们几个的都强。你胡说什么呢？娇娇是嫁人，又不是嫁门第，只要外甥女婿疼她，对她好，护得住她就行。你管她是不是秀才还是举人的？是了，哥，你也想娇娇找个举人压他们一头吧？施秉仓心想，说了半天他这是对牛弹琴呢。曾姑娘闺名婉娥，今年17，鹅蛋脸，高鼻梁，目光明亮，小时嘴角边有2个浅浅的梨窝，让人见之生喜。秦娇觉得很好，当然她觉得好不好不重要，关键还是当事人的感觉。正想问问他大舅是个什么想法，有没有看上时，不想一抬头却发现他大舅的脸早已经红到脖子后了。秦娇心想，得，不用问了，这肯定是看上了，不然也不至于害羞成这样。娇娇姐，大舅母和曾姨母来我家做客，我娘让我把这个拿给你吃。秦荣手里揣了把干果走了出来，不由分说的便往秦娇手里塞，又抬头看了施秉仓说道，施家舅舅，我娘问您要不要进去坐坐，喝口水，歇歇脚再走。于是这是想创造近距离的接触机会，让施秉仓和曾管娥能进一步的了解呢。大舅，正好我有点渴了，去三婶家喝口水再走吧。那你去吧，我和你小舅在这边等你，喝好就快点出来。秦娇顿时傻眼了，队友太坑了，带不动怎么办呢？三婶儿。施秉和见秦娇正在原地没动，哥，我……施秉仓一个眼刀子甩了过去。娇娇，我和你小舅都不渴，你快去快回。蓉蓉，我们走。等在家里的于氏看到只有秦娇进来，却不见施秉仓的身影，不由得目光一滞。原本笑盈盈的站在他身边的于曾氏笑容也跟着僵了僵，眼底便有了些许的凝重之色。三婶，我早的渴了，进来喝杯水。我大舅听说你家有客人，他脸皮薄，不好意思进来。哎呀，一个大男人脸皮子怎么这么薄呢？这是你曾家小姨，去跟人打个招呼。秦娇知道这是于是让他近距离的看看曾婉娥，回头好去同施秉仓说说呢。曾姨好，我叫秦娇，欢迎你和曾舅母有空去我家玩。好的，有机会和祖姐去你家玩。娇娇，快来喝水，我给你倒好了。秦娇笑着对曾婉娥摆了摆手，转身跑去了厨房。娇娇，你大舅怎么不进来呀？三婶，我大舅害羞呢。你大舅会不会是没相上你曾家小姨啊？三婶，应该不是的，您别急，等我回去的路上问问他，明天一早我来给你回信。于是连声应好。于曾氏和曾婉娥今晚要住在这里，明天吃过早饭才走。其实两家做的已经够隐晦了，可不知怎么的，还是被人看出来，于是这是在替施家兄弟俩相看亲事。再加上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很快便有人知道了曾婉娥的身世，村子里顿时传得沸沸扬扬起来。